好，来看一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这个电神魔魁系列的公认的第一大神小小鹿的一个作品，也是全新的作品啊。这里面呢还是要给大伙安利一下啊，这个目前这个游戏的最难改版游戏就是乐百氏版。这个乐百氏版呢，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人能够打出一命的啊，还没有人能打出一命。所以说呢，咱们看看这个接下来啊，这个到底谁能打出来？但这次呢，咱们解说的是最高难度的原版，这个是用怪兽打的这个武进。什么叫武进呢？啊，一般来讲呢，这个咱们这个电神魔魁系列啊，它这个武进特别的武进呢特别的多啊。这个进的这个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可以进 C、进 AC、进 AB， 然后进血、进那个武器，还有呢进这个气儿啊，进那个闪光那个超级必杀啊等等，包括你可以说进跳什么的啊。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呢，咱们现在不进气儿了，你看啊，应该是进血，进血是最主要的啊，先进血，然后呢，咱们进这个 AB， 然后进 C。哎，这个怪兽太厉害了！我们小的时候管这个叫背刺儿啊，它会彻地钉。这个怪兽呢，是我觉得对一些这个新手还算比较友好的，攻击力非常高。然后呢，这个人物呢也是挺厉害的啊，大家伙可以去用一下。所以说，很多变态的版本呢，有可能第一个出一命的就是用怪兽打的。但是现在这个乐百氏版呢，实在是太难了啊，确实是太难了。这个 boss 是男的，是女的？是男的啊，兄弟们，那个 boss 是男的。那个领着那个狗的那个大胸的那个欧巴桑，那个是女的啊，那个确实是女的啊，兄弟们啊。你看，咱们现在明显是进武器、进血、进 AC、进 AB， 然后进 C， 啊，这是武器啊，这是武器，你们看出来了吧？武器呢，就是这个怪兽呢，它虽然说啊捡不了棍子、刀什么的，但它可以捡那个手雷，它捡手雷是有特效的。然后呢，它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它可以进这个吃血嘛。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全程不吃血。然后呢，进这个 AB 呢不是血杀啊 ，AC 是血杀，当然 AC 也进了。AB 呢就是一个有点像那个抡啊，有点像那个就是在你有气儿的时候练一个招啊，那招就是进掉了。然后 C 呢是一个快速的那个扫描，这个应该是可以放出一些那个文字出来。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 AC 的超级血杀，这个是武进啊。然后那个下一期这个电神魔魁2的视频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有6进的，来自于小小鹿大神的忍者6进啊，又多了1进，那个肯定会相当的好看的，你懂的啊。好的，不行，这个刚才解说那三国战记啊，大概是1个半小时，以导致我呢高低有点内分泌失调了啊。啊，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不打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高手啊，他都可以背板的，这个游戏是可以背板的。像这个奖励关啊，你要是打的话，背板就能打100%，但是你不打也无所谓啊。这个当然就这个情况。好，我们看看落地。乐百氏版跟大家伙讲为什么难，因为乐百氏版它除了一直在更新难度之外啊，就是如果有人一命了，我再更新啊，非常的恶心啊。这个作者呢。我说恶心呢，其实是褒义词啊，就是说，因为游戏嘛，想要发展，不可能老是对吧圆管的对吧？不可能老是圆板的啊。三国都能5进了，进喷火，进万箭穿心，对吧？这个可以啊，可以说，但是这个每一个玩法都不一样啊。如果说你是三国的话呢，公认的，因为它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像这种特殊的游戏啊，他们圈里有他们圈里的这个标准，可能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也不要太着急，哎，这个就是超杀，这个超杀它没进啊，其实这个超杀也可以进的，这个超杀就是名字闪光的时候可以干啊。好，来看看地藏王，这个到底是不是日本口中的那个地藏王啊？你们告诉我，这个是吗？这个怪兽异形，你说它是异形吗？它也不是，怪兽其实我感觉这个怪兽啊，虽然说就叫怪兽，但是我真的感觉一看它就不像坏人，真的，一看它就不像坏人啊，你觉得呢？嗯。
还有这个刺儿，这个刺儿太爽了啊！彻地钉啊，这个彻地钉是整个这个对于新手特别友好的一个技能啊，这个技能非常过瘾的啊。大哥，这个这个大螳螂，这个爬行螳螂也会晕啊，也确实是屌的要死的啊。狼哥小啤酒走起，我现在哪有资格喝啤酒啊？我这2天老寂寞了啊，我感觉我都快被孤立了，兄弟们，真的，我感觉我快被孤立了，实话实说啊。这个说是这关是中国关是吧？啊，但是呢，做游戏的人他管你是什么关的啊，他就告诉你他是中国关，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啊，他还是以他认为的中国是啥样的啊，对吧？就好比他他妈整个《三国志》，对吧？日本人做一个《三国志》，里面非得有一把剑叫草剃剑，我他妈的中国哪有草剃剑啊，对吧？还有村正，还有郑国，你他妈在跟我开玩笑啊！你在跟我开玩笑，你那时候有那个演练技术吗？真的服了啊！他整个村正啊，郑国，他是为了迎合自己的这个，对吧？迎合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很多人看这个《三国演义》啊，当然呢，咱们央视的这个《三国演义》，日本人呢以1万美元一集的价格呢买下来了啊。现在想想是非常的赚的，但是想当年他们整这个《三国演义》，是日本的一个作家，他看完《三国演义》之后呢，他又把《三国演义》通过他的理解方式重新改编成了一个新的作品。啊，有那个才是真正的神话，什么诸葛亮什么的啊，然后那个作品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人认为的《三国演义》应该是日本人写的，不是咱们中国的那个写的，知道吧？对吧？所以说我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就好比刚才你说这一关是中国的关卡，可是啊，他妈的，他跟他就是他思想中的中国，跟咱这中国不一样的啊。怪兽穿的是老爹鞋，我操！好，这个蛋里面是一个，哎，看这蛋里面是一个鳄鱼机器人。这个怪兽的攻击力太高了，昨天你们也看了啊，上一期的视频我用的是是另外一个大神，他用那个魔魁，然后打的5进，你会发现他打了37分钟，而这个小鹿打只需要22分钟就搞定了。他只需要22分钟，我操，真的是服了啊！其实日本嘛，这个有很多人这个喜欢日本的2次元，喜欢日本的 AV 啊，喜欢日本的某种文化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咱们也勿忘国耻啊。其实有一些日本的，也有一些这个对吧，比较左的言论的。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作品，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看那个，就是我现在也喜欢看啊，叫这个哆啦 A 梦，也可以叫机器猫啊。这里面有个主角叫大雄，大伙儿都知道啊。大雄呢，就是每一个孩子的这个缩影。这个大雄呢，你看这个太可爱了，你看头上戴个面具，头上砍个斧子，我操！然后这个大雄呢有一集啊，就是说白了，这个哆啦 A 梦有一集呢。就是他们去穿越回去，为了救那个大象啊，这个2战时期有个大象，他为了救这个大象，他就是说穿越回去了嘛。穿越回去之后呢，这个就喊这个对吧，就是非常开心的说日本战败了啊。结果呢被这个军官追着砍。这一集呢有很多个版本啊，有那个什么村田版，也有那叫什么水田版啊，春田版，然后什么水田版，我忘了什么版，反正一共3个版本都有这个桥段，都有这个桥段的。这里面呢。对吧？就是说，世界各国的这个人民都有这种不喜欢这个，对吧？都有这种不喜欢战争的，他讨厌战争，就哪怕是他自己的国家，对吧？无论是侵略还是什么，他讨厌的，他觉得战争是，对吧？他觉得和平才是最珍贵的嘛。你像那个哆啦 A 梦，为什么最早啊，就是有很多日本的动画片，对吧？最早动画片是咱们中国的动画片是最牛逼的啊，从什么大闹天宫啊，到后面小蝌蚪找妈妈，还有很多。像这些作品啊，就是日本人很羡慕啊，他觉得中国这个很好啊，对吧？大家伙都知道吧啊。但是现在呢，咱们说2次元方面上，确实照日本还差那么一点。咱们不说这个事儿啊，就哆啦 A 梦作为一个，对吧？这个移植过来译制的，然后呢又这个动画片，为什么对吧？能早的进入这个央视，咱们可以在，对吧？可以看到这个动画片，而且咱们那个动画片呢还是台语配音，这说明它的这个价值观啊，还有它的政治观啊，都是世界通用的。就是你看这个哆啦 A 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啊，我不是说安利啊，
小的时候没有人没看过吧？我认为这不包括现在我都没啥事看一个剧场版，真的啊。好，来看看龙天明那个，我喜欢管它叫术士啊，或者叫方士。那个龙天明感觉像道士似的啊。这个为什么2代主角是1代的 BOSS？ 这个它这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一个剧情啊，这是一个虚构的一个剧情。就是说，在未来不知道多少年啊，就跟恐龙快打似的，恐龙快打也是未来100多年以后啊。这个游戏也是啊，在未来什么时候啊，有一个人工智能啊，这个人工智能呢，这个是啊，就号称自己能拯救人类啊，就是它所有的正确都是对的。然后呢，有一帮这个拥护组织，还有一帮反抗组织啊，有人觉得啊，这个人工智能不可信，是人工智能呢，它已经对吧变坏了啊，怎么样啊，它反抗的啊，反抗这个人工智能的。哎，这个，然后呢，有一帮是拥护的，那这样的话，有拥护有反抗，就会有冲突矛盾嘛，对吧？我记得有一个电影里面也是这么讲的啊，那个电影里面也是有一个这个人工智能非常厉害，应该是漫威的电影吧？是那个神奇女不是什么女侠？漫威的就是无敌的那小子啊，那个女的叫啥？那小后来这个锁脖那个灭霸嘛，因为给灭霸锁脖了嘛，那小子啊，那女的啊。反正这个剧情也是这样的。那第一部呢是 BOSS， 你这个就是龙天明啊，看这个小人就是龙天明啊。这里面有很多小彩蛋的啊。好，其实你这个咱们看看，惊奇队长对，惊奇队长啊，神奇女侠是 Wonder Woman， 那是亚马逊的，那是 DC 漫画啊。这个 DC 漫画跟那个漫威的这个两个交不到一起去，但其实也有一些作品啊，就比如说类似于像什么那个复仇者联盟大战那个正义联盟啊，也有啊。木屐男大招怎么用？哎，我也不知道啊，咱们可以看出招表啊。我跟你说，我玩这个游戏玩了这么多年，解说了那么多年啊，我解说不算啊。就是我不解说这个游戏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游戏名字闪光了可以练大招，我操，真的啊！好，这个有点玄武那种感觉是吧？机械玄武啊，这个里面系统也是啊，包括像那个有很多就是机械加生化啊组合在一起了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生物科技和机械科技都是满的，对吧？咱们看这个。超级英雄类型的电影啊，都是什么呢？就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但是这种作品啊，这个穷人富人都有啊。咱们看这个欧巴桑，说句实在话啊，看起来虽然说胖了点儿，但是说句实话，他身材不错，真的有喜欢这样丰满的。你看他，因为他腰细，你知道吧？这个叫丰乳肥臀啊，对吧？丰乳肥臀加细腰。就是虽然说啊，我不喜欢这样的，但是我告诉你。在电脑屏幕当中的大家伙，或者拿着手机看小狼解说的大家伙，一定是有喜欢这种风格的。我告诉你，真的啊，你不要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真的有喜欢这个风格的啊。但我是不喜欢啊。好，来看看哪个武进不用多说了啊，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武进我觉得没多难，因为我觉得这个小鹿他玩这个游戏，他不用那些招，他也照样厉害啊。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啊？他不用那些招，他也是，就是他用不用那些招，他就是这么玩的，对吧？他就那么玩，他就是最主要就是不吃血啊，不吃血不练 AC 啊，其实这就是最主要的。不捡武器对于咱们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大虫子来说啊，他应该是无所谓的啊，这个确实无所谓啊。哎呀妈，抓完之后一顿哎。有的这个角色啊，投技很好啊，很好玩，就是抓住人之后呢，人可以走啊，这种角色很好。有的人抓住人之后走不了啊，这个难受了。好，手拿保险柜，这个胖子他妈是个务实啊。小兵拿一个鳄鱼头，然后喷火，相当可爱啊。这个好，直接打爆，有点东西的啊！哇，你看这个大，都有大烧鸡啊，都有这个大烧鸡，确实赖啊！
其实这个不吃血肯定是很简单，因为你每过关你这个血就加了呀。但你要玩那个月影版，还有玩那个什么版，那个叫就我跟大伙说那个叫对吧？乐百氏版，乐百氏版直接就是你过关了也不加血，就是赖，你只有吃血才行，你只有吃血才可以啊。哎，这个怪兽伤害真的太高了，这个怪兽啊。人造坦克那是为了他讽刺二战啊，日本人对啊，你就像日本人他有讽刺自己的。合金弹头那个作品，合金弹头3代它里面那个日本兵那个地图，对吧？飞机它不是飞机的，飞机它不是靠动力飞的，它是靠那个滑轮的啊，它是靠那个拴绳滑轮的。然后呢，人形坦克，它就是讽刺自己啊，就是你就是这个事儿真的啊，这个是实话啊，这个可能会觉得不太啊，你说出来没有印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就是说白了，对吧？这个就是以卵击石啊，那个时候美国确实。对吧？很厉害啊，对吧？就是无论是钢铁产量啊，那个时候咱们说不像现在啊，咱就不说了。当时咱们说钢铁产量、石油储备，这都是很强的战略这个规划。因为大伙儿都知道，二战的时期的时候，日本呢这个石油啊非常的缺乏，知道吧？你也知道这个日本呢这个钱也是有限的啊。日本的海军跟陆军呢两个人还不对付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啊，这个就是这个有点像那个对吧？国民党时期那个军统跟中统的那种感觉似的啊，水火不容啊，这他妈两个地方都整不到一块去啊，对吧？而且那个海军很富，然后这个陆军很穷，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咱大伙能理解这个事儿。然后日本人呢就觉得啥这个就没有这个东西打不了啊，他就觉得就是对吧？以卵击石了啊。但是日本它那个对吧，有很多什么所谓的什么武士道精神，你看那李云龙说的，我打的就是武士道啊。日本人这个给自己这个军人洗脑啊，确实洗的挺狠。那最近前一阵大家伙看那个电影火了，那个电影叫什么？叫什么？就江田岛那个，就是大伙就是听不见，这点小声还想开军舰啊，对吧？我是高年级4年级学生啊，森下夏士。啊，是来监管你们的啊！你们有不懂的问题可以问我们，我会亲切的告诉你们。现在啊，把你们的姓名、学校啊，把姓名啊什么的啊，就那个大伙儿知道吧？那个鬼畜啊也挺火的。陆军穷还把咱们打成这个样子啊？那这个确实是啊，确实陆军很穷啊，越往后越穷。为什么？你看啊，就是咱们看那个日伪军，咱们看日伪军，就汪精卫对吧？汪精卫这个曲线救国嘛啊，这个名为救国，实为了自己的私欲。后来汪精卫死了的时候，死完了之后呢，大伙儿看这个《潜伏》里面讲啊，周佛海、丁默村这帮人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时候都知道日本早晚的事儿啊，就是无论是对吧，无论是当时的国军还是咱们这个对吧，咱们的这个部队，日本已经废了啊，对吧？他打这个苏联又打不过啊，又被美军夹攻。啊，对吧？他知道肯定是白费了，已经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啊！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就是说，你要知道啊，咱们中国历史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战役，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康熙皇帝平三藩，对吧？三藩里面这个吴三桂啊势力最大，吴三桂呢是起兵谋反，他刚开始反的时候啊很厉害，瞬间就占领了中国啊这个南方啊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土地啊。这一下呢，以天险为居，对吧？这个很多人认为啊，吴三桂好厉害啊！这个当时的康熙，在看那个《康熙王朝》里面，看康熙陈道明演的都快崩溃了啊，都快不行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啊，这个经过很多年的这个休养生息啊，这个清朝呢，当时这个清朝啊，你对吧？你这吴三桂是以你云南来打全国，你打仗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后勤，打的就是钱。打的就是这种东西，那你对吧？你无论是你出师有没有名啊，无论你是怎么样，你对吧？后来这个康熙反攻，最后呢，吴三桂呢也是对吧？这个就束手就擒了，就交代了啊，就吴三桂已经死了啊，就已经病死了啊，咱就不多说了啊，能理解这个事儿吧啊？所以说咱就说这个意思啊。好。其实啊，我不太喜欢近代史，我不是怕那个有节奏，然后说什么怕那个被封啊，
我跟你说，我不是五毛党啊，我是坚定的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支持者，兄弟们啊，这个尽管咱们现在社会当中还有一定的这个弊病啊，比如说有贪官、有污吏，但是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的，而且这些年你们也看到了，确实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身正对吧，不怕影子斜，对吧？这个大家伙能理解啊。有些话题呢，我也点到为止，但是该说的时候啊，咱们是要说的啊。好，我们看看现在呢，进到最后一关的关卡。这个他打的比那个魔魁快多了。这个小鹿不愧是第一大神啊，同样是5进（括弧啊，这个5进也就是进个血啊，进个 AC 而已啊，对吧 ？AC 更快啊，你要速通的话，那个血杀是要练的，兄弟们啊，那个速通血杀一下可能打好了能打大半管血，我操，知道吧啊？对啊，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就这个意思啊。对啊，还是那个韩信带进化，对吧？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嗯，好，直接打进屋吧。好，你看，你说它是生物科技还是机械科技啊？这生物和机械都有啊，这都是。为什么管它叫蚊子？因为这哇，我操，这个手有点东西啊，有点像一个打击投技啊，是不是啊？彻底钉啊！哎，好，打死了之后呢，进到那个融为一体啊！献祭了啊！咱们看最后这个 BOSS 长得太磕碜了啊！泰森的弟弟就太丑，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见过最丑的 BOSS， 没有之一。嗯，好，气儿满了。你就一顿跳 A 就打死了，我玩的时候怎么就没这么简单呢？我真的服了，小兵还没出来就死了，太他妈赖了啊！好，那不多说了，也是感谢我们的小鹿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精彩的视频，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下期再见，拜拜了啊！这个太快了啊，我也想挑战一下什么华少什么的啊。OK。